如果是传统的烤鸭呢，啊它直接就是在里面炖着，不像我们师傅拿着杆子来回这么挑过来挑去，在火上燎，直接在炖着，然后直接出炉就跟客人走了。那么在燎制过程中呢，第一降低它的油脂，第二呢，鸭皮它会入口即化，特别酥，特别脆。哦，那它这个燎制的次数有讲究吗？基本上一只鸭子大概3次左右吧。Hello， 大家好，我是怎么吃都吃得香的馋猫。馋猫今天来到了北京，我现在呢是在五道口这边，我要去吃一家私房菜，他们家主要是吃烤鸭的。来北京怎么可以不吃烤鸭呢？好了，下面我们一起跟我去看看吧。盛永兴烤鸭店。这是甜鸭。甜鸭。正宗的北京烤鸭都是用甜鸭。好的。许多送炭是在最需要的时候，我们给到他东西，他会，我要一个那个半只的鱼子酱烤鸭。可以。我们家烤鸭有一个招牌特色是鱼子酱的，然后另一个这个鱼子酱是搭配枣酥香烤鸭的，所以这个是1鸭2只。对。好，那我就尝一下你们家这个鱼子酱的这个烤鸭，要半只。可以。你就是我帮你推荐一下，就是我们店的，就是这个对食材的要求是非常高的。如果你比如说你点了半只烤鸭，那么另外半只烤鸭没有人要，我们就会丢掉。所以说我们不会给其他客人再就是继续用这个剩下的半只来就是让其他的客人享用。哇，这么浪费！对，我们对这个食材的要求很高。那这个鸭架还可以做汤吗？这个如果你点1只的话，鸭架可以打包回家，或者是在这儿免费制作。免费制作，你可以选择做椒盐炒一下，或者是做鸭骨汤。就半只就没有了是吗？对，半只没有，就丢掉了。我刚才都没看到它这个烤鸭下面的这个是正常的是158一只哈，半只。这个就是218半只。这个鹿筋铁棍山药是甜的吗？还是？这个是酱咸鲜的。咸鲜的哈。然后我还点了一个麻酱茄子。其实那个乾隆白菜也是搁的麻酱是吧？对，反正就是叫那个名儿。对。就北京很多就是很喜欢吃麻酱。就是鸭饼是单独点的和小料，不是包含在里面的。他们家的那个烤鸭，就是我点的是鱼子酱的，正常的烤鸭就是也有那个香酥烤鸭，就感觉他们家那个半只烤鸭把它丢掉好浪费啊！为什么半只的就直接赠送1只就好了，要把它给丢掉？鱼子酱烤鸭这个是半只的呈现，它是鱼子酱配的枣酥香烤鸭。枣酥香烤鸭是选用炉内精选的上等的鸭皮，鸭子品上有做一个第2次的筛选，而且会有鱼子酱这样的一个吃法，一鸭多吃，是非常创新的一个非常大胆的一个尝试。对。然后会让您在使用的过程中感受到有淡淡的果木的清香味儿。然后这个皮肉相连部分会是咱们老北京最传统的这种卷鸭子的吃法。鱼子酱烤鸭它是属于16年国宴峰会的一个头盘同款。其实这道菜研发出来之后，到截止到咱们家目前，17年、18年和19年连续3年获得了必吃榜。麻酱茄子。这个菜做的好美啊！每个师傅呢，烤鸭师呢，这地方都烤的都特别红。而且在我们烤鸭师可以特写一下吗？手的哪个地方？哇塞！所以说没有一开始刚学徒的时候，这个地方都是去了一层皮的。所以说它这一块要烤的话，就是说和一般的这个皮肤烤制的就是耐烤，就已经蜕了一层皮了，已经。对。这小疙瘩，我把它胸脯上这个小疙瘩扭出来，这样的皮才特别脆。让你看着给您介绍的更细腻。好的。看到吗？第一，它的颜色不均匀。第二呢，它会有这像这旁边这个皱，看到了吗？看到了。对，它这个地方不平，就没有这个颜色均匀。就颜色均匀，二就是整体的一个饱满度。哦。这么几分钟的时间，这只鸭子在不断的往里面塌，
这只鸭子没有变好，证明这只鸭子的油脂已经去下去了。这里面还有这只鸭子肥一些，看。对，这里面还有油脂，因为我们没有了汁。你们这个片鸭子跟烤鸭子都不是一个人，是吗？对。哦。现在专门有片鸭子。哦，专门有片鸭子。学片，到最后才能烤。这就是待宰的烤鸭。这一个补光灯将近400多斤，是吗？不是说普通。比这个鸭子还贵。不像片鸭呢，我们是最新的一个片法，现在呢就是鱼子酱的片法，把上面最好的2条皮给你起出来，然后作为鱼子酱摆到鱼子酱上面。这个地方是口感最好的，是吗？你看我们的油脂是降到了最低，基本上里面就没有油脂了。但是如果说客人要求的话，你稍微给我那什么一点，烤的稍微，那个火候欠一点，稍微我喜欢吃香一点的，然后就会保留一些油脂。下面呢是荞面馒头，中间呢加了3、4根葱丝，然后上面摆放的是西伯利亚鱼子酱。这个好像还挺独特的这种。有不同的那个色温。它是根据一个，就是因为每个区域的灯光都是不一样的。这个是什么区域？不同的肉。对，这现在就是一个传统的吃法，因为上面皮去掉了，然后只是一个独特的一个鱼子酱配鸭皮，然后现在片的就是这些肉质，还有这个鸭皮这一块呢，就是卷鸭饼，这一共能片出来多少片？是不是也有讲究的呀？对，大概是190到100，正常情况下。是半只还是一只？一只就是90到100。90到100片。对。你这个要学多久才能从最开始那个烤鸭到这个片鸭？可能我们这的标准可能比较高，因为时间也会特别长，然后2到3年。2到3年。学片好。然后学烤鸭的话，这个就得更长时间。这个小料是1个人1份的这种。这个是饼啊。对，这个是吃烤鸭荷叶饼。咱们家就是喝酒吃烤鸭是吗？我看你们家这个酒也是特色。这个半盘真的够了，要是点1只就有点多。好的。它这个是不用蘸任何调料，也不用卷饼，直接使用。好。对。好啦，我现在要品尝一下他们家这个，直接拿手好。鱼子酱。这是他们家招牌的这个鱼子酱，底下呢是这个馒头卷的这个鸭皮一起。酥脆。这个鱼子酱跟那个鸭皮就入口即化。我喜欢吃这样吃。中间加了有一些那个葱丝。层次感特别的强，吃完然后有那个葱丝的香味。味道很特别。它这个是用的鸭子上面是出了有6片的这个鱼子酱的。等一下的话就是取一张鸭饼，然后我是因为不方便，我在这个骨节上操作。好的。然后咱们卷的话就选这种皮肉相连的，2到3片，蘸上甜面酱。然后这个鸭肉的话，它是一个月牙形，咱们竖着放在这个鸭饼的中上部。看一下专业的卷法是怎么吃的。然后根据个人口味配上葱丝。瓜条的话可以根据个人口味，其实瓜条的话其实不太建议放太多，它会影响这个鸭肉的香味。然后这个鸭饼的话，从下边向上对折，然后左右的话再折进来。这样卷的。对，
这样子的话，它出来一个大小入口比较方便。其次的话，咱们第一步的时候下边对折了，它在你咬一口的时候产生压力，它不会漏酱。好吧，这个就是专业的，比我平常卷的量要小一些。对，我觉得就可以一口吞下去就可以了。对。2到3片的这个烤鸭的量，确实不错啊！就是专业的卷法，吃在嘴里面，主要吃出来还是那个烤鸭的那个香味。先烧了这个吧。烤鸭配香菇。然后现在我要来演示我的那个吃法了。然后这个就怎么随意怎么来，大家也没有什么特别的，自己根据自己的口感选择了，就是这个鸭片和鸭皮都有的这个部分加在里面，几片就随意好吧。我这个就是4片，然后一定要加点这个葱丝在里面，是很解腻的。它这个白糖是专门用那个鸭皮蘸着吃的，这样的话它那个上面的油脂会把这个糖的味道把它融合在一起，然后再加一个黄瓜条，它这个葱一定是葱白加在里面。然后我这个卷一下哈，先叠这半边，然后我再这样，好像有点包不住了这个。这样子，试一下。我这个酱格比较多，就酱香味比较浓。他捏得太使劲了就不行。就是我的搭配叠法，就是先这样，然后再这样，然后最后再这样，有点像吃春饼的那个卷法，然后就把它吃掉。这种卷法搅一半的话也不会漏汁儿。他们家这个里面的这个不带皮的肉是蘸蒜泥吃的，皮和肉连接在一起的是蘸那个酱吃的。它里面的这个白胡椒，就是咸甜都有，各种味道。整只的话，它那个鸭架还可以做汤，或者是把它有其他种别的做法。它这个蒜泥是的，就打成那种浆子状的那种，就是有肥而不腻的这个鸭肉。他们家的特色就是烤鸭的小哥哥颜值都很高，然后边吃饭的时候还可以欣赏一下。然后还有一种比较粗暴的吃烤鸭的方法。首先准备一个饼在这里，然后蘸好酱。有3种吃法，你记住了吗？但是如果2个人都点的是半只，然后那个鸭架怎么处理？有点未解之谜。好啦，我们本期探店到此结束啊！欢迎关注茶猫探店，喜欢的欢迎转发、评论、点赞。我们本期探店就到此结束啦！有什么好吃的美食，欢迎推荐给我。我们下期再见，拜拜。